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制定讲堂的启蒙论坛，我是郝广才。阿叶，我问你，偷偷拿走别人的钱叫什么？就是盗窃啊。再问一个，强行拿走别人的钱叫什么？这就是抢劫了。那如果政客拿走你的钱，交给可能投票给他的人，叫什么？叫社会福利。政客最爱发放由别人支付的福利，他们也因为扮演圣诞老人得到连任，这也反映我们的本性。当人想不劳而获，只有谁能满足他们？骗子，只有骗子能满足想不劳而获的人。1960年9月5日，强烈飓风侵袭波多黎各，美国劳动部认为风灾造成甘蔗减产，导致糖厂裁员。劳动部的实习生汤马斯·索维尔发现事情不是这样。汤马斯·索维尔是谁？他是当代得奖最多的经济学家。他出生在没有电力、没有自来水的黑人贫民区，父母双亡，由姑姑养大。中学辍学，打过各种零工，从军打过寒战，退伍后上夜校，被教授推荐去读哈佛大学。他是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，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。他1960年暑假在劳动部当工读生，劳动部正为各行业制定最低工资。他当时是马克思主义者，支持最低工资。打扫女工问说：“汤马斯，你怎么还不下班？这样会不会太认真了？”我在研究波多黎各的糖业为什么裁员，明明有市场需求，除非成本太高不划算，但工会说是缺原料，所以解雇工人。工会说的话你相信？我表弟就在波多黎各糖厂工作，工会和政府说要最低工资，提高工人收入。老板说，那我只能减少雇人。这不是政府的本意，工会没有恶意啊。不是好人坏人，是做对做错。好人也会做错不改错，找理由继续错。这栋办公室都是这种人。面对两种说法，只能找事实来验证。打扫工会也要搞最低工资，我怕夏天过后你回大学读书，阿姨我回家吃自己肉。他花时间找不到答案，因为没有数据。有一天他走进办公室说，我们需要的是飓风来袭前甘蔗的统计数量。一片沉默后，长官说，我们没有你说的统计资料。我敢说农业部一定有，不能跟他们要吗？说来容易做来难，得提出申请呈上去到部长，由他向农业部长请求，转下去交给农业部相关单位，再看看资料能否公开。好呀，我来提申请吧。1960年到今天都没有收到回复。这不是单一事件，机构有自身的利益。最低工资计划有大笔预算来雇佣官员，最低工资对工人有利吗？大家相信有就够了。他说，这改变我对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。我抛弃马克思，转变为自由市场、经验主义。他最先在霍华德大学教书，这里专收黑人，学生要求院长解雇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肯降低标准，对学生的成绩不放水。他说，我不动摇，学生反而表现得很好。我要到康奈尔教书时，学生要求院长挽留我。这是我教学生涯最好的一年，也是最糟糕的一年。他在多所常春藤名校教书，发现更大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他发现，因为种族平权，大学会以较低的学业标准录取黑人学生。表面是扶助，但很多学生成绩跟不上，拔苗助长，让他们备受挫败。有1/4的黑人学生会被退学。本来他们上普通大学会有好表现，
而顶尖大学也失去优秀的亚裔学生，这对亚裔不公平，对非裔更没帮助。爱之，是足以害之。对，他说，免除黑人应达到所有人的标准是帮忙吗？当人习惯优惠待遇、平等待遇，反而变歧视。这样理性会怎样？会招来非理性的攻击吧？对，不攻击论点，攻击人。但他是黑人，要怎么贴他种族主义的标签呢？他贫寒出身，能怎么丢他富人阶级的泥巴呢？只能说他是白人权贵的走狗。但雷根几次请他当部长，他都拒绝。政府的委员会也不参加。他说，有些人退出政府，反而可以为政府贡献更多。其实他是怕开会。他说，效率最低的人最支持召开会议，喜欢开会的人不该负责任何事。攻击不了他，能忽视他吗？他写书写专栏，在150家报纸杂志刊登，最多被问的是当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他说，长远来看，最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愚蠢。当今流行每一个愚蠢的想法都已经试过，一次次被证明是灾难。比如说什么？乱发福利和管制物价，这是罗马帝国崩解的主因。福利国家是最古老的骗局，先悄悄拿走人民的钱，再大张旗鼓还给他们。帮助人民不应该吗？帮助不是制造依赖，救急不是救穷。圣诞老人发礼物，礼物谁买单？纳税人可以负责任，但不该承担别人的不负责任。你不能妖魔化生产的人，补贴拒绝生产的人。为什么保住自己赚的钱是贪婪？想拿走别人的钱不是贪婪呢？但人民为什么会相信这一套？你想帮助别人，你会说真相；你想帮助自己时，你会说他们想听的话。政治把私利伪装成公共利益，选民心里明白是伪装，但只要别人付钱，我在道德上说得过去，不拿白不拿。所以会恶性循环，反复犯错咯。犯错由别人承担后果时，人更容易犯错，而且坚持犯错。决策者不全是笨蛋吧？博士也可能打破明朝青花瓷，博士的无知也是无知。社会主义失败如此明显，只有知识分子才能逃避它。那怎么办好呢？他说，把投票日改在4月16日。好主意，这是美国缴税的第2天啊。是不是？台湾应该把投票日定在5月2日。现在的政党不管什么颜色，都在乱发钱。洋芋片不会只吃一片，现在连支票都没开，就送钱到你口袋。但钱是从我们口袋拿来的呀。我们每天怕川普要抢台湾的钱，现在乱发钱，等于跟川普说，台湾钱很多，你要不要多拿走一点？没关系，真的是台湾的政客在烧我们的钱，像醉酒的痴汉在酒店撒钞票。这样说对醉汉不公平，因为他花的是自己的钱。唱衰台湾的人，国家如果像你们说的已经很难，还要耍笨蛋就更难了。